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台相机头上有一个非常斗大的 F 标志呢？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日本国宝级的相机尼康大 F。嗨，各位朋友，如果聊到尼康大 F 呢，一定要聊一下它的传奇的诞生故事。尼康大 F 它总共有2个爸爸，第一个爸爸呢就是尼康当时的资深总工程师福克达马萨希口，就是根田正彦先生。那根田正彦先生呢，他战绩辉煌，因为当时尼康最强大的尼康 S 系列旁轴测距式相机，就是主要由他来开发的。大 F 的制作部分呢，也是由他来监督制作。他直接拿出当时尼康主打的产品尼康 SP。那这一台尼康 SP 呢，是号称跟徕卡 M3 一样好的。各位，我们来看到这一台大 F 的机顶。如果各位朋友，如果你已经玩过尼康的旁轴系列的相机啊，特别是 SP 的话，看到这个机顶啊，绝对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机顶呢，根本就是尼康 SP。我们看一下网络上的照片，各位相比较之下，它几乎就是直接把尼康 SP 呢，直接变成出了一台单反相机，就是变出了这一台尼康大 F 相机。它的概念几乎可以说是直接把 RF 相机的测距机构拔掉，直接装上单反相机的反光镜还有50镜的部分。据说呢 ，F1 的许多零件跟尼康 SP 的零件是相同的，而且可以互换。所以我们在 F1 的身上呢，可以看到非常多尼康 SP 的影子，包含它这个背盖。是跟旁轴相机一样，可以整片取下来。这个也是直接遗传至测距式相机。那大 F 的第2位父亲呢，就是一位知名设计师龟仓雄策。那这位龟仓先生呢，他主要负责的是尼康大 F 的外观时尚。在当时1950年代，他们设计相机的外观时尚，主要是偏好比较圆润的这个机身线条。但这个龟仓呢，他大胆的画出一个设计图，就是他要以锐利的直线作为设计的语汇，它跟坊间的那些相机呢，做出明显的区隔。那其中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碰到好像会流血的这个箭头。各位可以在尼康的官网找到一个漫画，就是这个漫画就是龟仓跟刚刚那个另外一个爸爸耕田，他们在讨论外观。本来耕田呢认为这个太尖了，应该把它修平，但是呢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坚持，还是龟仓把它坚持下来，就是要这种像金字塔，或者是人家说了方尖碑。各位你看一下这个线条，从这个机身这个直线完全灌下来，然后呢这边直接收尖，就非常像埃及的方尖碑的造型。整台相机的线条呢，就是这种不能妥协、强而有力的直线，边缘都是感觉是非常硬、非常锐利的感觉。这样的坚持呢，也造成这个尼康大 F 呢，整体非常有设计感，非常有个性。除了这个机身线条锐利之外呢，肩头上面这个大 F 的 logo 也是出自龟仓雄策之手。那各位呢，这个尼康大 F 呢，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第一台使用 F 卡口的相机。F 卡口，据说这个 F 呢，最前面提到了福克达耕田先生，他的名字就是 F 开头，所以这个就是以这个 F 来纪念耕田先生。既然提到了大 F 的外观时尚，也一定要提一下这一台 F2 的外观时尚。F2 的外观时尚据说是由尼康内部的设计师来担当的，它主要是针对大 F 的外观进行修饰。它缓和了大 F 棱棱角角、刚硬锐利的直线条，它呈现出比大 F 更极简滑顺的线条。我们直接看这个边缘的部分，是不是很像直接拿一把锉刀，把大 F 的边缘角角把它锉圆一点？是不是直线边缘要把它锉圆一点？然后它的方尖碑下面的部分呢，再把那个直角把它锉成这样，整体感觉又回到圆润的感觉。其实它的转盘的配置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边角是这样的。当然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大 F 一开始就走到极端了，难道你要修到每个地方就跟刀锋一样锐利吗？而且真的再也找不到第2台尼康相机像这一台尼康大 F 这么多直线条的，真的感觉这个地方呢，确实这个地方真的算是一种凶器，可以拿去炖人了。这2种不一样的设计线条风格呢，就是让我们这种玩机的人呢，更增添了收藏的乐趣嘛。F 就是有个性，然后 F2 呢就甜美可爱嘛，超棒的。
尼康大 F 呢，算是收藏古董相机的一种入门的机款。在它身上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收藏相机的一些有趣的部分哦。首先，那些收藏相机的狂人呢，在他眼里，不是每一台大 F 的相机都是一样。早期的尼康大 F 有一个很好分辨的方式，就是它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会有东京日本光学的 logo， 然后有人会说这个叫富士山 logo。各位有没有看到它有个像富士山形状，如果你反过来看，就像一个三角内裤，然后上面写着 Nippon Kogaku Tokyo， 就是东京日本光学，他们以前公司的旧 logo。狂热的收藏家，他们在乎的不是只有这个 logo， 而是它的序号。尼康大 F 的序号是从6400001开始。那在日本的收藏界呢，他们会说，如果是640开头呢，他们藏机界会说这个叫做640F。那我这台银机呢，64471158。虽然是64开头的，就不是640F。那我这台黑机呢，它就比较后期的，它是67开头的。然后那些狂热的人还发现，据说最早的100台，它使用的是布帘快门，不像其他所有的大 F 使用都是钛金属的平面快门。所以那些疯狂收藏家呢，还会去抢这些只有100台的布帘快门。所以除我刚才讲这种早期的有东京光学 logo 的之外呢，绝大部分的大 F 它绝大部分都是写尼康字样的机身。那事实上呢，机况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这一台它有那个标志，可是整台就是个废物的话，你还要拿去修理，说实在是不划算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晚期的部分，就是当这个尼康 F2 已经出现了，可是大 F 还没有停产哦，这样的时间大概有2年，同时生产大 F 跟 F2 的这个时候的大 F 呢，在日本被称作 New F， 欧美呢收藏家里面他们会说这个叫做 F 阿波罗。那会叫做阿波罗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搭上那个 NASA 的太空计划的话题啊，那个时候说阿波罗嘛，有那个时代背景。那这最后其实尼康大 F 有什么特色呢？因为我手边也没有，所以我就拿这些照片给大家看。就是工厂已经同时开始生产 F2 了，所以它有些零件呢是使用跟 F2 一样。最容易发现的就是它的过片杆跟自拍计时器呢都安装上了塑胶的尖端，就跟尼康 F2 一样。这些晚期的大 F 呢，因为也是比较稀有，所以呢获得一些收藏家的喜爱。但是我刚刚讲这些比较大的分类之外呢，也存在了一些细小差异的特殊版本，比如说有 Nikkor F 版、军用版、红点版，还有 EP 版等。就是反正这些疯狂收藏家呢，他会尽可能去分辨出每一台相机哪里不一样，然后物以稀为贵。颜色方面就刚刚呈现的，主要有黑漆版还有镀铬版的。那黑漆版呢，普遍会比镀铬版贵一点，因为黑漆版的数量还是比较少一点。再来就是取景器版本的部分，各位看到有这种尖头的，也有这种侧光头。1959年大 F 刚推出的就是龟仓雄车弄出来的这个方尖杯的尖头，大部分人都会建议收这种尖头的版本，因为第一个这种尖头比较稀有，那再来这种尖头比较经典，那再来这种尖头它没有电子元件坏掉的问题，所以普遍认为比较有收藏价值。那这边我说明一下哦，我这个尖头取景器呢是比较早期的，它是方形的视窗。那我这个尖头呢是比较晚期的，各位看一下这一个，它这边是圆形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同样是尖头呢，一样有分方形跟圆形的。这种尖头呢，它可以搭配夹式的这种吸光电池测光表，有这种小配件，只是装上去真的很丑。那再来这一种测光头呢，总共有4种，但长起来大概都是这种像一个大房子的形状。那各位你想知道这4种什么差异的话，在这支影片的最后面我会附一些简单扼要的资料，各位可以去看。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太多关于这种东西它的功能，因为呢，我手上的这一颗还有这一颗都是坏掉。现在二手市场大部分的 F1 的这种测光头呢，大部分都是坏掉。你要找到功能很好的，真的比较少。再来就是我们收这个单反相机嘛，总要有颗镜头。那我是觉得要装上当时它的镜头，这样才比较有感觉。当时的镜头主要的就是这一颗，这个还是旧版的遮光罩，金属的。然后呢，它有大 F 标志，后来出的就没有了。然后当时的这种镜头，我觉得蛮可爱的。那当时的这种镜头呢，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金黄色镀膜的。让我们来跟大 F 组合起来，就是当时的机身配当时的镜头，这样整体感觉才对味嘛。各位再看一下金黄色的镀膜。大 F 呢，它是世界第一架被专业摄影师广泛采用的35厘米单反相机，特别是它参与的越战，美国 NASA 呢太空人呢也采用了尼康大 F 系统。那尼康大 F 到底多好用呢？这边我就非常概略的介绍一下尼康大 F 的使用方式哦。尼康大 F 用起来就跟 FM2 一样，各位看一下，这边就是过片，然后这个就是激发快门，
里面有100%的视野率。这里是自拍计时器，镜头的卸除钮，这边是景深预览，这边是反光镜预锁，可以连接各类型的闪光同步。各位，你是不是发现这一台1959年推出的尼康第一架单反，几乎已经具备了所有专业单反相机的最主要功能？没错，尼康大 F 一出场就是这么强大的完整性。在当时不管是新闻、广告还是战地记者，任何领域几乎都是尼康大 F 的主场。当时有德国的单反相机，但是就是没那么好用，而且又更贵，而且又更重，而且更难修。当时的 Asahi Pentax 也是非常棒，已经很有完整性了，但是它并没有像尼康大 F 那么的耐操耐撞，比较经不起专业使用的摧残。各位看到这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就是1968年有个摄影师叫做唐麦卡雷，他声称他这一台尼康大 F 帮他挡下了一颗 AK-47的子弹。然后呢，这一台呢，日本摄影师一直赖太照的战损版大 F，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当时有多少台大 F 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所以我们这台尼康大 F 是经过历史认证的制作精良、经久耐用，赞！我觉得尼康大 F 真的是一台非常有收藏乐趣的相机，因为它整台相机呢都非常有故事性，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机身的结构啊，或者是它的外观时尚，都非常有趣是一台活历史。那实用性呢，它当然也是非常实用，因为它的使用方式就跟 FM2 是一样的，可以流畅的使用它。那关键可能在于说，第一点就是它毕竟是非常古老的相机，所以一定要经过整理，我们使用起来才没有问题。再来就是没有测光的问题因为其实这种相机它如果原本有测光表，其实也可能会坏掉。那这个尖头它原本就没有测光表，我们可能要手持另外一个测光表，或者是另外再带一台很小的相机，用它的测光表的参数，或者是手机下载 APP。不要觉得这麻烦这反而有以前拍底片的精髓透过这样测光然后去拍照，反而让人家更会去思考。好了，今天尼康大 F 分享就到这边，祝大家玩相机拍照愉快拜拜。